观众朋友，欢迎来到 Project Hatcher。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新创团队在他们创业的过程中所历经的酸甜苦辣。从上百间新创团队历经海选后脱颖而出的40间新创团队，将在 Project Hatcher 中与来自各个领域的顶尖企业家评审正面交锋，竞争投资机会以及总共1000万元的创业奖金。今天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进行一场非常残酷的厮杀。你们用什么方式去突破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空间的？国际化的时候？有信心，有决心。I'm asking you guys to help us out. It's a bit late stage for me. That's the answer you should get. 我们也邀请到了不同产业的经营者，在这里跟我们更深入的交流。Are you ready for thi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Project Hatcher. If your target is the global market,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that from day one when you have your idea. Oh, sorry for my nervousness. Oh man, feel bad. Pitch is not good. Are you currently just in Taiwan? We would like to expand to, overseas. It's going viral on the internet. Bringing the global thinking, the global marketing is important. We can try to make a world more sustainable. Seems like you're making some good progress there. Yeah， 干到了。哦。OK， thanks。好，讲述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就累，很开心，但是很累。对，就整天都很棒，很充实。我觉得不是表现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这个 idea 行业板块方面，可能不一定是比较那么 attractive， 可能这个是其中的原因。OK， 就是有点错愕，想说不太确定什么样子的原因，这样有点沮丧了，有点沮丧，对，不太确定为什么。如果可以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的话，就会更好一些，这样。非常感谢，就是2位co-founder可以就是认可我们的题目，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我们就是 Go Global 的一些战略，然后也很希望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可以被评审赏识。也 pitch 过很多次，然后也有这样子的场面，但是比较没有 TV show， 所以就有一点不一样。毕竟这是个实境节目，所以我们也有朝这方面去做规划。因为这个 format 完全不一样嘛，第2阶段比较是一个投资性质的这种讨论。We are the final stage. So how many, 60 more people started companies? Now it's down to the 12 best in Taiwan. It's a competition. 对大家来说都是第一次尝试嘛，我觉得目标是蛮重要的。很兴奋一点也不紧张，很开心，很荣幸，就是把自己做好，把我们的公司产品表现得最好。以前 pitch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因为有时间限制，所以你的阴阳顿挫、你的字数都要控制得非常得意。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尽可能的从他们的提问里面去找到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怎么去让所有人都了解这样的商业模式。所以在创业就是可能每一种不同的这种情况，你可能都要有比较可以灵活应对的一个方式吧。我们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们想了很多的笑点，包含我们要去 demo 我们东西，要想一些梗，很有趣的经验。对，觉得非常的非常好玩。对。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ere's a few risks.
I can only focus on what I can control。无论这个项目成功与否，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取代的一个重要经验。我们更赤裸地知道自己的感受。Alright， 大家好，我是聂云，欢迎来到 Project Hatcher 的最后一个阶段 ，The Final Pitch。在 Project Hatcher 最终舞台 Final Pitch， 参赛者要在 Hatcher 大舞台上向评审介绍自己的创业项目。最终舞台的评审为鸿海研究院执行长李维斌、台湾大哥大总经理 AppWorks 董事长暨合伙人林之晨、Google Taiwan 总经理 Tina、Startup Island Taiwan Next Big 代表陈明明。依照评审评分，第一届 Project Hatcher 的最终前3名将可依序获得500万、300万、200万的创业奖金。好，接下来马上进行今天最重要的环节，也就是 Final Pitch。在这个环节里面，所有的团队将会有5分钟的时间做自己的 presentation。在4分钟过去之后，就会有一个警示铃的声音响起。5分钟的 presentation 结束之后，评审委员也会有5分钟的 Q&A 问答时间。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评审委员随时都可以决定按下自己前面神圣的那一个按钮灯。今天的最高分前3名的队伍即将可以获得总奖金1000万元。对我来讲，其实主要就是想看台湾有哪些平常可能没有碰到的创业者，然后他们在创业路上，有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自己过去是创业者，所以我对于帮助创业者非常有热情，那也很喜欢认识各种不同的创业者。现在已经很难做到一个题目是你做的东西是别人完全没有做过的。那当你今天做，为什么你会赢别人？那你能不能把这个点说得很清楚？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投资人他在看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一个持续性，有机会是一定要是超过台湾以上的可能性。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相对比较 solid， 是可以国际化的？那你现在目前的 traction 大概是做到怎么样？那当然也感受一下你这个创办人的对你自己题目的一个热情。我来参加这种活动，我都没有什么期望，说真的，我好奇，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会想出什么，会做什么，真正的 differential 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他为什么走到第3阶段？然后我们也期待去听到他说，那他怎么继续往下走，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这种东西都是这个细节才是好玩的地方。新创的公司，通常都一个 idea 就开始发想，然后再来，如果你的经验比较年轻的话，他会认为你导入市场，的这个成功率会比较低。虽然说我们年龄的确是比较大，但是我们这个产品领域算是还未开发。像我们的议题就是用 AI 大数据协助智慧制造，减少世界所关切的碳排的议题。我觉得我们团队的实力、优势还有这个稳健我们反倒有一些优势出现。接着让我们欢迎裕丰智能大数据科技，来欢迎他们。4位评审好，让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制造业的场景那制造业我们都很关切的议题，其实就是成本就是如何在这个高成本下创造这个更好的利润。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制造业的总成本产值有多少？根据这个专业杂志的报道，高达35兆，35兆。我们看一下它的标题：制造业营收成长，但是获利却降低。倘若我们可以改善1%的价值，它就有350亿的价值。当工程师发现良率下降时，他必须要面临这些困难。第一个，产品的检视；第二个，到处收集资料，发现格式不一样，又要再去整合资料。整合资料完之后，还有分类问题，接着开始要用他的经验来判断，然后这就进入到试错的往返。试错往返就是我猜错了，再来一次。好，解决问题我们的 solution 是
一步到位的分析，来取代到传统的9步骤。一步到位是整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有这个自动化的一个 IT 技术。我们实质在世界的一个大型企业已经成功解决它良率的问题、数据处理的问题，还有客诉问题，高达9倍到96倍的差异，1%的总成本改善，高达10亿的价值。最后这个碳排 ESG 的议题，就是 AIBD Solution 可以实质解决90%这个碳排来自制造业的问题。好，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让世界更美好，谢谢大家。谢谢，非常好的 presentation。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评委做他们的 Q&A。我对你那种就是 vertical 的 domain knowledge 非常 impressive 但是实际上在做 operation 的时候，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你们 solution 很棒 ，total solution 对不对？可是进去到现场的时候，就有很多的 issue 在那边，所以怎么帮客户端的那些 infra 建起来？所以我不知道这一块你会怎么去协助客户这个部分，然后 ROI 的量化你会怎么做？因为这东西最重要，因为知道制造业都是龙3到4，所以是蛮重视这个东西的，所以我想了解这一块，谢谢。好，谢谢执行长。我们有一条龙的服务包含 Total Solution， 软体、硬体、系统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用订阅式的模式。所以我们从数据的传唤、转送到大数据云，到12套分析应用系统，这是一条龙的 turnkey 的 solution。所以在对接制造厂所有4大类的数据，第一个是设备讯号，第二个是生产流程，第三个是产品品质良率相关数，第四个是最难掌握的部分，就属于环境或事件类的，比如说 process change 或者是一个物料的转换，这一类的很难控制，这一类的我们会帮他协助做数据健康检查，做格式的对应之后，就可以实时的24小时，在生产线的所有的人机料盘的数据就实时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大数据平台。所以导入这个大数据平台，进入到智慧决策，我们的优势在3个月都可以协助企业进入到智慧决策4.0。比如说这家公司它是10亿，那我们订阅式的价值 Total Solution 软硬体系统订阅是600万1年，600一年以 ROI 来算的话，大概是1万多倍的 % 的ROI， 但不同产业会不同，晶圆级的产品比较高，那化学产业、PC 产业不同产业，但是这些的改善都不是5倍、10倍的一些改善，也不是5% 10%所以我们实质将这个毛3到4，希望协助台湾整体的这个制造业这个所谓的净利，我们谈的营业净利然后能够实质的提升。我想要再往深一点去看的，就是其实你讲比较多是处理跟利用，因为你有平台。可是前面收集那一块没有 infra， 因为没有那一块，你后面处理利用都没有，这东西你怎么帮忙解决？好的，谢谢。你们的那个最重要的，不用讲得很细节，但是大家让我感觉一下。好的，数据来源很多，从设备到这个产品到环境数据很多，格式不一，所以收集讯号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从感测器或者是它纸抄本，所以现在的科技可以将这些的数据用视觉的一些 AI 的手法可以转成数据。还有不同的格式，我们透过这数据的处理流程，都可以将这些格式数据化，将它导入到大数据平台的时候，他们已经产生关联性了。所以现阶段过去5年是大数据的元年，各方都在大数据收集上面。未来15年到20年会是这个数据价值应用很重要的地方。谢谢。好，那时间关系，我们 Q&A 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非常精彩的 presentation， 谢谢评审，谢谢大家。今天整个报告的内容得到这个鸿海执行长的认同，我觉得非常开心，所以他觉得这个 solution 是非常好的，而且他还更深入的切入这个数据处理的流程，还有我们所创造的这个 ROI 有多少，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蛮顺利的，蛮好的这就是一个深度的对谈。那另外就是说有另外一个评审 Q 一下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其实坦白讲很难问什么问题。我不是好奇你后面有站了3太子，那个但你的简报里面都只介绍你自己而已，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 partner？ 好的，所以以后回去就可以叫3位是研发3太子，对，红了，你们红了。
我一开始是电子工程师，然后也在我们这个台积电上班。我主要的 focus 是在医疗器械还有健康行业的一些创新。我跟 Toby 是MBA 的同学，也是因为跟疫情有关吧，所以那时候回台湾，我们就看到那时候其实检测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然后就从那时候就开始筹备做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课题非常有意义。应该说是世界级的技术，但是用台湾的 cost。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会在世界上会比较有竞争力。2亿次，每年在美国就有这么多个误诊次数，这凸显着快速和准确的检测的重要性。Coherence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举个例子，一位患者来到急诊室，呈现了几个常见的症状：咳嗽、发烧、呼吸短缺。这组症状其实有几百种可能的诊断，而就算医生他能确认某一个诊断，比如肺炎，连这个疾病就有几百种可能的致病源。而且每个致病源有它不一样的治疗方式。如果我们没有提早做检测的话，那治疗很有可能就变成一种反复试错的一个过程。Coherence 一次就可以把这些致病源全部一次测完。检测是这样子的：患者的样本先放到试剂盒里面。再放到设备里，仪器就会自动输出结果。这整个过程1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在大的实验室里面，这些步骤其实可以用大型的设备或者机器手臂的方式来做自动化。但是这些机器它价格通常都超过几百万美元，而且占掉非常大的空间。在小型的实验室，这根本就不可行。所以实验室就经常就是需要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处理。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子的 sample to result 的仪器，就有非常大的市场机会。那我们跟其他的 sample to result 机器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我们比竞争对手小25%到75%，在更小的空间可以安装更多的机台，这样提高 testing 的 capacity。第二，我们和竞争对手比，可以检测差不多3倍多的检测目标，然后相对的维持低成本。最后，我们有独特的萃取的技术，可以让实验室完全排除掉人工处理的部分，省下宝贵的时间。我们去年完成了我们第1版本的 prototype， 也进行了3000多个样本的这个验证。今年我们预期完成我们第2版本的升级 prototype， 然后会进行下一个开发阶段的准备，还有融资的准备。我们认为快速和精准的诊断是做正确治疗的最重要的基础，而我们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来一起实现这个目标。谢谢。5分钟计时开始。好，谢谢你们的 presentation 非常清楚。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常常会知道说要能够有更多功能，然后又这个更体积更小，然后成本又更便宜。其实这个经常是互斥的。你们作为一个 startup， 到底有什么 secret sauce 可以让你们的产品能够有这样独特又多又好，然后又便宜的这个特性？那我们认为，我们其实是通过减法来做增法。Okay, sorry, 我的中文不好，我可以讲英文吗？ Alright, so we actually try to position the product so that it meets the market needs without going to too much overkill. This allows us to make the product much smaller and also allows us to complete the full automation proces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cost too much. Yeah. But in your presentation, you said that you're gonna increase targets by 3x. Yeah. So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just said. Okay, so there are 2 types of products in the market.
One is that a target, the product that only does like 3 to 4 targets, and then there's a product that does like 100 targets. And ours is positioned in the middle, which is sort of like what we think is the market sweet spot. So when you're saying your product's smaller, you're comparing with the one that does 100, and when you say your product targets more, you're comparing with the one that does 3? No, actually, in our case, we're smaller than all of the products right now. Okay, so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hat's the secret sauce? We have a special mechanical process that we spend a long time perfecting, and this allows us to do several types of extraction with one type of mechanical system. That's the answer you should give. Yes. You have a very special secret weapon, right? Yes. That's your secret sauce. Yes. Yep. 所以的确，因为这个东西非常 technology intensive， 所以因为从你的团队里面其实看不到谁去 endorse 你的那些技术的部分，所以可能稍微解释一下，你背后应该 behind 还有一些非常 research 或是 technology 的 team 在那边帮助你们，所以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下，满足一下好奇心？我们其实这阵子都有跟阳明大学这边在合作，然后团队上也有非常就是丰富经验的 IVD 跟 PCR 专家，这个技术也蛮成熟。我们要做的过程是把它自动化，所以目标很明确。那过程当然是有一个开发的过程，那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做到这个完整的自动化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简报还可以吧，就按照练习跟计划的方式进行啊，但是可能 Q&A 比较紧张，然后没有回答的特别到点。我觉得 Toby 表现很好，主要是讲，因为他平常比较少讲中文嘛，我当然会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顺，但是我觉得有表达到一些重要的这个 point 就可以了。评审最重要的 feedback 是他们认为说，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展示说我们这个技术能不能真的呈现跟做到，那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当然我们觉得没问题，但是在沟通上肯定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去呈现这个事情。Jamie 问的问题其实也蛮重要的问题，只是很难回答，因为他问技术的特色的话，你很难去可能在这么少的时间内去完全的表达，而且在台上那个钟一直在数下，你怎么在很快的时间去表达你的技术的所有的重点，在几句话之内，其实有点难度啊。我们团队是在中国、美国跟欧洲，我们都得过创业冠军，但我们就是比较遗憾，就是还没在台湾得过。所以，跟新创而言，你要快速扩张，我们已经进入到快速扩张的时间，所以你可能要快速募资。那这募资是你可能要很快的找到钱，然后这钱要烧对，然后下一轮要顺利结账。因为我们对这个不管是专利保护啊，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操作，其实我们算是蛮有经验的。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组 presentation， 欢迎 BD Mobile。评审观众大家好，我们是 BD Mobile， 然后巨量移动。我们的产品是透过 AI 技术去帮助心血管疾病的做预测、判读以及资料生成。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到医院做20小时心电图，它大概一天产生是20万笔的哈币的，然后一个礼拜大概100万笔。而新药开发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心律不整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会造成这些新药开发的延后上市或者下市，对他们是巨大的损失。而在医院里面做一次这样的 case 大概要40分钟，透过我们是一个全自动、全数位化的工作流程，它只要4分钟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们大幅提升了90% 的医院的效率以及产能。总结我们产品有4大优势，第一个我们是 SaaS 的服务。所以使用者他不需要 download 任何的软体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服务。第二个是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款可以相容于各种 device， 不管是鸿海、台湾大或者是 Apple Watch， 我们都可以支援。然后第三个，我们刚刚上页已经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提升医院90% 的产能。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已经通过 FDA third party 的验证，我们有机会在明年初取得世界第一个通过 FDA 的纯医疗 AI 的产品。
而我们的产品有3大优点，第一个是我们比传统方式大概只有1/10不到，然后我们的运算效率比较快，所以我们可以帮助医院提升2.5倍的产能。这样的基础是依据在医学中心做临床 trial， 然后用 FDA criteria 所量测出来，它具有高的公信力。所以基于这样 data， 我们跟北美、欧洲主要的竞争者相比，我们有3大优势。第一个，我们的临床试验结果是比较准确的，然后我们可以同时分析20种 data， 那我们处理的时间只有4分钟。最后，我们团队在美国、中国以及欧洲都得过创业冠军。然后我们唯一遗憾是在台湾还没得过。然后再来是我们在 FDA， 我们预计在明年初可以取得 FDA， 我们希望在2年后可以上市。All right, thank you.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5分钟，请评审开始问答。好，我因为家学渊源的关系，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产业了哦。那我们都知道 AI 在这方面，也就是要减少 Type 1、Type 2 error 这边，要减少的话，最重要的是这个数据的来源跟数据的品质。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你怎么样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所以以至于你可以比这个欧美的这个领先的企业都还要做得好？因为大部分的医疗 AI 团都是医生所组成的，然後我们是一个混合的模式，就是我另外同学他是台大医科毕业，然后我是电机的，所以我们还有资工的，所以我们做电机人比较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身体的讯号。像我以前在业界的时候，曾经帮过 Apple Watch 做过里面的sensor，所以我对里面的处理 nodes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刚提到，从在台大开始就开始做相关研究，所以大概经历快20年时间。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 know how 在处理这个 noise， 然后我们有2个核心专利，一个是在保护我们的 AI 的架构，我们架构是如何去 calibration 这个 AI model， 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些参数设为营业秘密，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对手不容易直接抄袭。谢谢。所以我可以归结你是有20年经验的资料清道夫，然后因此可以有办法把资料清洗得干净，做出这么好的 model。是，恭喜你。谢谢。Very good。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问题？你把参数设成营业秘密，这真的很少听到，真的很棒，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 idea。所以纯粹是鼓励你。好，谢谢。OK。好几年没有 pitch 了，所以因为 COVID 之后就很少出去发表，所以就变成紧张时间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我不是主讲者，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他，哇，剩了快2分钟，竟然已经讲完了，我就稍微，然后后来我就赶快跟他说，快点补水。好，他讲太快，你还有1分多，你的 partner 跟你讲说，你讲太快了，来，还有1分多的时间。It's OK。其实 Jamie 已经非常喜欢你的 presentation 了，所以有特别在把重点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说，反正就是尽力去做就好了。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团队公司有机会晋级前3拿到奖金？我觉得有机会，因为我们把每个包括商模或者是说我们的技术优势或差异性，然后到过去我们也有相关的成功，就是的一些被收购的经验，那我们团队也蛮完整的，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有机会的。我其实上过班，在大企业上过班，那是我会看到明明有更好的做法，然后为什么不行？一问财会部觉得太麻烦了，然后觉得可是目标不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嘛，然后怎么会这样绑手绑脚？所以我就发现说，可能我很不适合这件事情，就更确定我很喜欢新创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股脑的冲了，对，我完全没有后悔，是非常喜欢的过程。All right, Project Hatcher 下一位 presenter， 欢迎 Go Sky。Okay. In every business, loyal customer is the key for success. That's why over 200 brands like Mercedes-Benz and Pizza Hut are using GoSky to create billions of repeatable sales opportunity. Hi, I'm Fei Zhang, co-founder and CEO of GoSky. You see, the problem today is that most companies want to solve loyalty through a standalone app. However, people hate downloading app.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downloaded a loyalty app?
What if you could engage with your customer through the app they already spend 3 hours every day on, like Instagram, WhatsApp, Line? So Ghost Guy will provide business with a fast, no-code way to run a loyalty app on any social and messaging platform to drive sales and loyalty. Our clients love us because we increase their revenue by 2x. The best part, no download required for you and me. So here's a quick demo. So for the enterprise, they just upload the logo and choose the color, boom, in seconds. They don't need to coding and they create their loyalty app. And for consumer, they go to the store and just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the link on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y can join it in seconds. So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a global needs. So we already have users in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 So the last part, I want to share some showcase in Mandarin of how Taiwanese enterprise using our product. 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很有趣是，刚好这一场4位评审有3位是我们的用户。那像 Sharp 其实在门市就因为有很多过路的客人，但他们不会马上决定买一个家电。那这时候门市人员会请他们扫码加入这个通讯软体的小程序。那像最近他就推播了 Summer 这个promotion 给他们推广这些气泡水机等等的一些商品。那像台哥大也是就推广他的智慧家电，但同时他也可以做 cross sell， 像他推广说，最近有这个 Disney Plus 的这个独家优惠给到他的消费者。那同时，尤其是旅游，其实旅游是一个需要从长计议的事情。我们很常在社群上看到这些很有趣的一些行程啊，或者是赏枫啊等等这些，但当下你没办法马上决定，因为还要看我有没有假期啊等等的，所以这时候可能不会马上去下载这个 app。但是透过我们的合作，我们的产品，它就可以对这些 fans 去发送最新的当季的旅游商品给到消费者。那当然 Google 还不是我们的客户，希望有一天是，但我们是 Google 客户，所有这些方便的这些应用，其实我们都是透过 GCP 来运作。那如果大家对这样子的体验有兴趣，就是欢迎多多来了解，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打造这个在全球是一个 no code no download 的全球体验。谢谢。谢谢。All right， 非常好。Anyway， 好，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让给我们的评审委员们了，有5分钟的 Q&A。我想了解一下，说从你现在的理解，你觉得你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OK， 我觉得分2块，就是第一块是比较在这个创业过程的，第2块是比较这个 product 在世界上拓展的。那第一块，我觉得个人的区块其实这个创业中真的是太多学习了，所以每天就在定义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然后逐渐发现，只有学习力还有提问、问对的问题，这事情超级重要。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是在 go to market， 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像尤其在美国，就扫码也开始了，尤其是疫情过后，那像这样的机会我们想要去抓住，但是国际拓展必定有很多挑战的地方，所以它其实都要。有当初重新创业第一天的感觉，就是重新投入那个市场，然后去跟那个市场的 talent 去学习怎么去 conquer，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方面的挑战。因为这方面的solution 其实蛮多的，你如何去 differentiate 跟其他的竞争者，这是第一个。那第2个当然就是说，你台湾上肯定不够大。那你要投到海外市场的时候，就会有面对不同的这个所使用的 SMS， 譬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微信的部分。那你在技术端有遇到怎么样的困难跟挑战，在整合这些所有的这些 SMS 的software上 ？OK， 所以其实就我们就是因为中国这个事情做太完整，所以 WeChat 我们完全不碰啊，已经这些题目的 startup 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好几个，那所以我们就是当初发现说，怎么没有在 Instagram 这样做的 ，WhatsApp 这样做，其实还蛮亚洲的做法。然后我们才开始尝试去把这样的东西做在这些就是其他市场常用的通讯软体上。所以很关键的其实是运用这些技术，你到底要做什么 product， 解决什么样场景的问题。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其实你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我问一个比较直接一点的问题哈，那你需要 what do you need？你已经有一个完整的 business model， 也有 product 了 ，and 已经有数百个客户了，已经 What do you need from them？ 我觉得3件事总共，第一个是这个奖金挺不错的嘛，
是蛮实际的。因为创业前辈都说股份是最贵的，然后这个不用分股份，好像不错。第二个的话是资源有限，其实新创每一个可以争取曝光的机会，然后刚好这阵子刚好有在台湾，所以非常想来参加，然后帮公司多争取一些曝光。行销team的同事也蛮开心的这样子。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知识，其实我现在走到大概 Pre-A round 的区间，那我根本没看过后面的风景，所以更不知道那些挑战跟坑是什么。那希望可以跟前辈们学习。其实这个次的第一关是我最喜欢的，因为第一关是打散这些创业家重新再创一个题目。那我们都在创业路上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再去做一个新的事情，没有这个时间，然后可以跟这些 talent 一起共事，解决问题，这就是最会解决问题的一群人，共事其实蛮爽快的，所以我非常 enjoy 这个第一关的设计这样子。All right, OK， 好，谢谢 Ghost Guy，Thank you，Good luck， 谢谢你。其实我在上面有点感受不到，然后所以我下来有问大家是说9或9.5这样，然后我就那就好，反正他们应该是吹捧了。自己觉得其实也很困难，在比如说这么短的比赛期间，然后是进化多少，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平常团队，然后平常累积啊，所以更重要的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平常心的状态去发挥这样子，然后就尽可能把自己准备的发挥出来了。对。我创业到现在已经9年了，就是迈入第10年。确实10年磨一剑是蛮辛苦的，但正是因为我们非常认可，围棋可以带给大众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我们非常相信，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扩大整个围棋产业，甚至改变整个围棋产业，然后帮助更多的人，他们可以享受像围棋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乐趣。好，接下来欢迎我们下一组 presenter 围棋人科技 GoerTech。如果你想要练身体，你可能会去健身房；但如果你想要练脑袋，你会做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下围棋。各位评审，大家好，我是围棋人科技的 founder 叶玉勋。围棋人科技呢成立于2014年，而我们的核心团队呢是由一群围棋的重度爱好者所组成。我本身呢是围棋的业余最高段位。我们的 CEO 林志涵职业9段，曾经是台湾围棋的第1人，同时也是连续创业者。黑佳佳，我们的品牌创办人，目前是全世界最知名的职业棋士，同时呢也是世界公认的围棋女神，自带流量。悠悠，我们的行销长，拥有非常丰富的行销经验，曾经打造过营收过亿的线上课程。Henry， 我们的课程长，是目前台湾最大的连锁棋院的 CEO。我们的目标呢是要成为围棋界的 Chess.com， 成为围棋界的霸主，而且 more than Chess.com。为什么是我们呢？事实上，我们从早在7年前就开始打造以 AI 为核心的线上围棋学习平台。我们的全部的品项有超过100万的注册用户。同时呢，在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帮网易这样子的大厂从零打造他们的学习系统，帮助他们成为 China No.1。从2年前开始，我们正式转型 to C， 打造我们的自有品牌。目前已经成为台湾 No.1， 而且已经有超过2万的付费学员。我们的核心技术呢，是我们拥有全球最懂教育的围棋 AI。怎么说呢？在 AlphaGo 开源以来，现在行业内如果要做一个比人类世界冠军更强的 AI， 其实是非常的容易的。但是反而是如何让 AI 变得更弱、更像人，才是行业的痛点。而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我们的 AI 可以达到1000个等级，让所有的用户可以在任何的学习的情境，找到他最适合的自己的等级的对手。同时呢，我们的 AI 还可以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正是像 AlphaGo 这样子的 Deep Learning 的 AI 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黑盒子。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在教育的围棋 AI 领域，我们已经是全球 No.1。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围棋行业的 TOEFL 或者像 Yamaha 检定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而且我们已经在台湾、香港、美国已经正在开展，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有超过3000名的检定用户。我们的全球战略呢，是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全球的围棋产业生态系。在过去的1年内，我们已经成功了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围棋 YouTube 频道。同时呢，我们也将在半年以后，我们会正式推出黑加加围棋教室的实体加盟的这个商业模式。我们相信，基于上述的战略以及我们极高的护城河，在资本的加速之下，我们可以达到 200% 的 3-year CAGR。我们拥有最好的团队、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品以及最好的 IP 流量。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在座的最好的投资人和我们一起打造全世界最好的围棋产业生态系。我是围棋人科技的 Founder 叶玉勋，谢谢大家。那其中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的亮点就是你们有一个黑加加，这个应该是不只是围棋界的女神，她基本上也是有大众的一个知名度。她是一个代言人的身份吗？还是她在你们团队扮演什么样的身份？怎么样确定黑加加会持续的在你这个团队帮助你这个团队越来越成功呢 ？OK， 谢谢 Jamie 的提问。那事实上呢，加加其实是我们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那加加其实因为她是围棋女神的身份，然后她一直都非常希望可以推广围棋，所以她早在7年多前的时候就已经投资入股加入我们的团队，而且也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之一。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曝光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同时让围棋来进行一个曝光，然后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这一个整个产业的滚动，这样子。我应该会给自己80分吧，就是我觉得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有讲到，那只是在 QA 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讲得更好。其实我们非常引以为豪的这个 AI 技术，就是连 AlphaGo 都没有办法解开的这个黑盒子，我们可以去解释这个原因给不同的程度的学员听，都没有聊到这些，算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新创对我来讲，其实它就是比较接近是一个发明，它其实是在这个创造一个新的价值，然后是一个发明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来帮助人生活更好。所以它和一般的创业是蛮不同的。其实以技术角度上来讲，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其实应该就是 Kevin， 因为他本身就是设计师嘛，所以他可以说是我们计划开始初期，他主要我们 domain know-how 来源，然后他带出整个社群的需求，带我们去 approach 很多不同的设计师，然后把这些需求汇集在一起，最终做出我们的平台来。Dot Brand， 欢迎他们。大家好，我们是 Dot Brand， 然后我们是专门为创意产业打造的 AI 助力。好，大家有没有经验？各位大家在现场有没有经验？就是跟设计师合作的经验，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我叫 Kevin， 那我本身是有13年经验的品牌设计师。那我发现到，在我职案的过程中间，70%的时间都花在沟通，非常的没有效率，然后只有30%的时间是在做设计。所以基本上这是整个传统的设计的过程哈。我们从获客开始，然后到签约，然后到报价等等，这是一连串非常冗长的过程。但是透过 Dot Brand， 我们可以省下一半的时间。所以 Dot Brand 是一个 AI 助理，专门为创意产业打造的。我们从设计产业开始，然后透过问卷系统，我们帮设计师生成设计建议，并且自动化从合约帮他们收款，然后到设计提案，整个自动化的流程。这是我们现在的产品，已经上线了。那我们现在是一个问卷系统，我们和其他的问卷系统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有许多的图像，然后可以帮助设计师能够在开始设计之前就能够了解他们业主想要的设计方向。那在未来，我们想要打造的其实是整个 workflow， 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作流程，帮助设计师从一开始获得业主的资讯，然后生成设计建议，然后生成 contract 合约，然后并且帮助设计师收费，到最后设计的提案简报。
整个创意产业它的 market share 非常大的，是一共有1242亿美元。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要 focus 是 SOM 是3亿4500万美元的市场。那我们从今年3月开始 beta 版开始，我们每一周 WOW 是5% 成长。那些是属于 freelancer 的部分，是属于比较偏 C 的部分。那我们最近我们开始要再加重是在 B2B 的部分。我们在韩国还有台湾都有许多的设计公司，还有一些设计学院都愿意来跟我们合作。那我们竞争对手其实基本上就是现在市面上你们看到的问卷系统，但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会透过问卷生成建议，然后并且我们会自动化整个工作流程。OK， 所以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属于订阅制。并且我们会生成一个工作链，也就是一个 workflow， 这是一个线。那到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整个媒合的平台就是一个面。我们希望从点、线、面能够完整的满足整个创意产业，全世界创意产业。这是我们的团队，我是 CEO William， 是我们的 CTO， 有11年的整个 AI 的经验。然后我们有许多在产业上创业或者是创业产业上面资深的顾问。我们在全世界也帮助了许多的设计师，能够帮助他们省下他们的时间，能够接更多的案子，赚更多的钱。最后，我邀请你一起加入 Dot Brand，Let designers design and leave the rest to Dot Brand。刚才你有提到你要从比较 C 端要到 B 端嘛，就是这个给企业的这个 total 的 solution， 但因为我看到你的订阅的方案里面最多是到6个人，所以你是想针对比较小微的企业嘛？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在你的那个 current traction 的这一页哦，你有提到就是active user 跟 sign up 的这个数字，方便知道你的那个 conversion rate 吗？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人真正有变成你的订阅用户的比例是什么？的确，我们现在因为大部分的设计产业，其实大部分的规格大概人数大概就是 between 5人左右，大概5人左右这是最多的。那我们会先 focus 在这一块，然后先打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设计公司也是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多的。Kevin 你好，我是 Google Tina。因为设计的流程上，你们在做上下游整合这块的话，你们要怎么确保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独家的竞争优势？如何跟上下游整合，然后能够去差异化你们的价值主张？整个价值的部分的话，我们会为所有，因为毕竟我过去有很多的设计经验，然后并且我们的很多的顾问都是资深的设计师，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为很多的资讯在训练我们的 AI， 然后让它可以有更好的为我们的设计师或使用者有更好的客制化的一些建议和服务，这样子。还不错啊，我觉得就是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还蛮顺的这样子。然后至少我们产品的一些要点在提问的时候都有提到。他们主要是问问题，那问的话主要是比如说怎么样提高 conversion rate， 因为我相信他们应该也都知道，因为 B2C 产品的 conversion rate 本来就会比较低，然后他们对于整个 workflow 能够带出为设计师或者为创业人士带出什么样的价值，他们会比较有兴趣。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在这一次比赛可以晋级前3拿到奖金？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觉得新创就是要聚集一些就是大家很有热忱的人，这样，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其实真的就一句话，就是一个为人类更好生活的大冒险。未必是一定要接触最新的技术，但是要带着怎么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个初衷去努力。你努力做就对了，你会不会成功是注定的，但你就努力做，你努力做绝对不会饿死。对，所以对我来讲，新创就是努力做。Democratize， 欢迎他们。人的基本需求食衣住行，随着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然而，服装由于产业结构及人们的消费习惯，在整个产销模式上始终保持传统，因此背负许多负面的代名词。少部分追求永续以及独特的品牌，也因为昂贵小众没有办法普及。服装产业难道没有新的选择了吗？大家好，我们是 DMKTZ Democratize， 我是 Jack， 我是 Rick。接下来我们将为各位介绍我们新的虚实时尚服装创作平台 Democratize。
随着社群媒体的兴起，年轻的 Millennial 以及 Z 世代，他们追求个人化以及自我价值，对时尚品的需求大增，这也推升了 Direct-to-Consumer Fashion 的市场，今年将来到2300亿美元的产值。而这群年轻的族群，他们更是数位原生的世代，早就习惯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拥有代表自己的数位分身，勇敢穿搭，展现自我。在游戏里的虚拟服装，去年也来到了500亿美元的规模。各位相信吗？这位18岁的少年在元宇宙里面销售自己设计的虚拟服装，替个人带进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面对这2800亿庞大的商机，我们思考着我们如何去 empower 更多的创作者，可以像这位少年一样，在实体以及虚拟的世界里自由创作，建立自己专属的品牌呢？然而，要恣意的去发挥自己的时尚创业没有那么简单。首先，你必须懂得如何做服装设计以及打版专业。如果你想要卖到实体市场，你还必须去处理复杂的生产供应链，预先投入大量的成本去制作、采购、备料。那如果你要进军到虚拟世界里面呢，除了你要具备服装知识之外，你还必须懂得操作 3D 软体，具备一定的 3D 技术能力。因此，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Democratize 虚实服装设计创作平台。我们拥有多样性的服装模板以及多样的布料资料库，让你不需要操作复杂的 3D 软体，只要打开浏览器，3分钟就能创造出像这一件 Project Hatcher 的虚实服装。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协助你将你的 collections 发布到不同的虚拟元宇宙及游戏的服装市集里面，按照不同虚拟人物的身形自动变版、自动转换格式，让一个原本需要80个小时专业人才操作的流程，简短到仅需要数分钟就能完成。如果你也想将你的实体贩售到你的服装贩售到实体通路上的话，我们会帮你建立一个一页式的商品销售页，让你透过社群媒体分享销售。在订单成立后，我们自动串接工厂，将您生产，将您出货。这是一个全新的服装生态平台。我们除了让你简单的建立自己的服装以及品牌之外，大家注意到了吗？在卖出一件实际商品之前，没有任何的库存，没有任何的投入，也没有任何的资源浪费。这就是 Democratize 想提供给各位的一个时尚服装新选择。虽然 Democratize 正在 beta 公测的阶段，但是我们的努力已经开始看到成果了。我们参加了美国知名元宇宙的举办的项目，一举拿下了冠军，与4个元宇宙以及游戏项目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提供了他们创作者的工具。另外，我们正与3个大的消费品牌合作，协助他们进军虚拟时尚的市场。此外，我们也是 Nike 旗下与村上隆艺术家合作 Clone X 社群的官方认可创作者工具。这代表着我们的潜力及愿景已经获得了国际创作者的认可。我们不是创业新手 ，Democratize 团队累积多年的合作默契，手握10个专利技术，并提供多年 B2B 数位化服务给数百家服装纺织业者，包含 LVMH 以及 H&M 集团，协助他们进行数位化转型。未来数十年是一个横跨虚实时代的年代，我们 Democratize 是一个横跨虚实世界的年代，拥有着庞大的商机。我们希望携手各位，一同迈向 YouTube 的创作年代。谢谢，谢谢，哇哦，非常精彩的 presentation。终于有看到有一对那个不是唱独角戏，所以在这边先鼓励这个，相信你们团队感情蛮好的，对，可以互相分工，对，因为那个创业的路都很辛苦，一定要有这个好的这个伙伴才可以走得比较长。我这边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就因为我看你的简报里面，其实主要大概，我想你们的 business model 大概会有3个部分，当然一个是你们的这个 design 的 studio 的这个软体。必须要做得非常好，然后在 Web3 能够大家来使用。那当然，另外就是你必须要 BD， 就是要开发你的这个客户。然后可能刚才也有提到你供应链的部分，你们觉得你们的自身关键会是在哪一个部分？还是3个都很强？当然是一定的。但 anyway， 你们觉得哪一个会是你们最自身的？
我们绝对最强大的是我们的3D 技术能力，所以我们在这块上面累积了非常多的专利。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 Design Studio 这个 SaaS 里面，其实就是展现我们充分让所有的设计人才上来之后，可以感受到一个很高度的自动化，以及我们帮他 take care 掉不需要去处理那些复杂的3D 程序。那串接到生产供应链，在我们自己的 finance model 里面看到了，其实我们过去8年在做 B2B 的开发的时候，它是一个需要开发周期蛮长的，然后在做数位化过程，其实不是每一个 stakeholder 都可以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当然，疫情后已经有一个蛮大的改变。那所以我们也是兴起了说，我们怎么样让一样的技术让更多的创作者 join， 那成为一个类似 YouTube， 它可以 to B， 它可以 to C， 让更多的 fashion creator 他们可以很快的把他们的设计商用化，然后卖到不同的市场。所以跟 Web3 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它就是一个数位的3D， 只是它在元宇宙里面可以被穿戴，而那是一个未来的我们看到了一个蛮大的趋势，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时尚设计师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啊，因为我们其实也演练了已经无数回了。超紧张，那因为有时间限制，所以你的阴阳顿挫、你的字数都要控制得非常得力。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我紧张的感觉来自于我们演练是为了我想要让那个 talk 可以用字很精准，在我要的节奏上，那还是出包了。我就有卡住吃螺丝啊，最后我想要一个很帅的 ending 没有出来。我们 demonetize 尤其我其实一直很欣赏像美国那样的环境，敢做梦，大家敢去赌，赌中了就很大。那相对台湾这边可能比较保守，那可能跟我们的背景环境有关，可能代工思维。我们就最想问的是你毛利有多少？那你现有市场规模有多少？可是假设你问之前的 Steve Jobs，iPhone 市场份额有多少？他回答一个你也不会相信的。对，所以我一直很欣赏这种。我认为新创就是要敢做梦，敢去想。Space Capsule。嗨，大家好，我是 Jay 洪家杰 ，Space Capsule 创办人。我们的题目呢是 Motion Capture 的 Fabric 应用在高尔夫球领域。好，有一天呢，我和我们自认球技高超的技术长 Anderson 一起打球。Anderson 呢非常有自信的用力的在球场上挥击，球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直接出界了。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是哪里动作做不对吗？要是有科技的辅助有多好？那我们就开始纳闷啊，其实现在这个 data is gold 的时代，数据应用无所不在，为什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在用科技的辅助呢？这明明就是有一个超级大的市场潜力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分析市场上的这些方案。那我们归纳了2个结论：第一个太复杂，第二个太尴尬。所谓太复杂是指我们其实很难在每次击球前都先去架设设备。那太尴尬呢，大概我们也不好意思穿得像现在这样子。让我们来示范一下有多尴尬。哇，就是这么尴尬。其实我们今天有状况，就是我们本来带的道具 KC 忘记带了，然后是在最后上场前的大概半个小时才发现，那根本来不及回去拿，所以我们刚刚非常临时的去跟工作单位借了这个，然后我们就看乱缠啊，然后又用双面胶临时粘，所以刚刚本来 setting 好的完全都打乱掉了。其实这样的 solution 适合用在运动实验室，那可是其实真正大的市场应该是在我们平常运动的场所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虽然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但是我们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所以我们提的 solution 呢，就是让我从我现在身上这样变成这样。请看我们的 demo。我们同仁穿的外套呢及运动裤，以及我们现场呢的衬衫及衬衫卡其裤，就是我们 solution 做的。我们可以看到正确、及时、不受干扰的3D 动作资料。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资料来做很多的数据分析。当衣服不是紧贴在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像红色的人偶，那透过我们的算法就会变成金色的人偶。而且更棒的是，这完全不需要校正哦，穿上它，剩下交给我们就对了。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平衡，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 high data driven 以及即时的3D 影像和这个私人教练的这个客制化教学服务。
我们会先从100杆以上的爱好者下手，这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0%。好，那我们会提供他们呢旋转平面的稳定、轴的平衡以及旋转速度，帮助他们击球又直又远。好，只要击得又直又远，不出界，这样分数就进步得很快。好，那目前呢有100个试用者，那我们预计在明年会有非常快速的成长。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Wait, I forgot.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One more thing. From my experience, there's two kinds of topics of startups that win competitions. The first one is save the earth. The other one is save mankind. 我觉得这一次有参加 Google Hatch 的，其实 quality 都还蛮好的，或者就是稍微听到他们在练习啊什么，我觉得都是蛮有 experience 的，然后也想得蛮清楚的。Coherence， 因为他们在业界都深耕很久嘛，他们的 domain know-how， 然后他们的 depth 应该都是蛮真的。UB， 对，感觉他 present 得很好，然后回响也蛮大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应该还蛮有机会。我其实会想评给比较少见的题目。如果是我的话，围棋人我一定加分，整个跟大家思维不一样的才有机会。BD, they are doing AI for heart. So actually, I think it's a very noble cause, and they tick all the boxes. It's AI based, it's very trendy right now, and they are something that save people, lives. So I'm kind of secretly rooting for them to win, at least to be in the top 3. 很紧张，好几天都没办法睡觉啊。QA 不是很顺，很少玩这样子的游戏啦。From their questions, I can see that they know w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第1名500，第2名300，第3名200这样。而在这5组入围的团队里面，我们会 announce 今天的前3名。那这3个团队可以带走总共1000万元的奖金。第1名得奖的是